Hello，大家好，我是 Iv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2020年的12月30号。是的，还有一天，2020年就结束了。我还清楚的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在武汉。那天下午，我姐给我发了一份所谓的内部文件，其实就是后来大家网上看到的武汉发现非典病例的有关条例，什么武汉市建委的一份公告。当时她发给我之后，因为在那份文件中提到了武汉2医院，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在2医院做医生，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发了消息，问他是否有证实。在过了很久的时间，他都没有确认之后，最后我们确定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在淘宝给爸妈订了一盒口罩。现在我们知道了，1年过去了，我们还是继续生活在口罩当中。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圣诞节和元旦期间没有去任何的地方待在我所生活的城市。虽然很艰难，但是我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度假或者是普通的休息。我每天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这个特殊的2020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和自己独处。其实我12月23号就已经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工作，我就一直想做一个所谓2020的总结视频，可是拖延症的我一直拖到了今天才开始做所谓的第1期。所以我最大的愿望是在2021年改掉我的拖延症。今天所要讲的话题是我想推荐的一些书籍。其实我本来是想做一个榜单，所谓2020年我最喜欢的10本书，可是我读的书也不到30本，所以我觉得在这仅有的30本当中要选出10本不太具有真的推荐性。等到有一天我一年能够读到50或到100本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一个榜单才有它真正的意义。但是我想说，今年我读的几本对我来说意义或者是印象很深刻的书籍。就像我刚才说的，2020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我也是从去年开始大量的听有声书，也是从去年开始我彻底摒弃了阅读，就是真正的书籍，不管是 Kindle 电子书还是书籍。去年我估计是我人生的飞行旅程最多的一年，所以去年的飞行旅程造就了我的20多本听书经历。但是今年我所有的读书几乎都是在跑步当中。如果明天我要做一期2020的总结，就是关于我运动，所以应该会知道我今年跑步还算很多，将近读了30本书都是在跑步当中听到的。在我翻看我的听书单中，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居然读了好多本自传或者是回忆录型的书籍。这类书籍从来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在我过去的读书单中可以是屈指可数。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人变老了，也许是突然觉得我应该放下对自传或者是回忆录型书的偏见，居然发现这类书籍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在所有自传和回忆录的书籍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叫《Educated》。我也是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查了一下它有没有中文版，然后中文版的翻译我觉得很奇怪，我都忘了，好像叫什么飞跃鸟的什么，反正跟 educated 好像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联。我想说的这本书是讲的一个出生在爱荷华的摩门家庭，从这个家庭走出的一个女孩，她去了哈佛，她去了剑桥，最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教育的人，而且作为一个研究学者。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还在去年在三藩的那个机场，当时这本书放在畅销书的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我就随手翻了一下，就看到了比尔盖茨对他这本书的推荐，但是就把这本书记下来了，可是一直都没有看。在今年的疫情当中，我不知道哪根筋撼动了，就在 Audible 上搜索了这本书，然后看见这本书也是奥巴马给人推荐的书单里头必看的一本书，所以就觉得好吧，是时候看一下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打动人的地方是它非常的真实和细节，可能是因为是自传和回忆录的形式，它能够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得非常的有感觉。我是在准备这个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下豆瓣的评论，我这里做了一下笔记。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居然是喜忧参半的评论。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像我一样，就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我甚至看了一篇评论说，这个女主就是主角光环。这个评论说，她不用感谢教育带给她的改变，她应该感谢她自己的天赋和运气。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如果她本身没有才能，她如何能够从爱荷华的一个摩门家庭，非常封闭、非常的
对教育不信任，走出美国到英国求学，而且写下了这本书。如果他通篇就写他的天赋和运气，那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意义就完全没有现在这么深刻了。就像我说的，我认为这是今年我读到最好的一本书，它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亲情的力量、爱的力量。比起虚构的小说，它可能情节不够跌宕，戏剧冲突不够强烈，但是也是因为这种真实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现实，让我们更有共情能力。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书，才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如何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最后到互相原谅。提到这本书，就必须要提到我去年看到的唯一一本自传和回忆录小说，叫Hillbilly Elegy。 怎么说呢，我是上个礼拜刚刚看了它的电影版，虽然这本书是我去年读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和 Educated 还是非常有可比性。首先，这两本书都是讲的美国非发达地区孩子的成长，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甚至是比美国普通中产阶级更差的一个家庭，到了名校，一个是到了哈佛，一个是到了耶鲁。但是所有的 Educated 不管是写作手法还是语言，都比 Hillbilly Elegy 更生动，更让人有连续读下去的冲动。但这两本书最大的相似就是包含了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但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里，以及孩子的成长史。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像 Amy Adams， 我突然一下忘了那个外婆的扮演者，扮演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看到了最原生的红脖子的生活现状。很多人就像如果没有出国的中国人，对美国首先的印象就是那些电影中富丽堂皇或者是很先进的美国社会，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美国很大一部分的地区，就是南方的那一带，实际上思想是非常不够开放，而且对新生物的接受度都是非常慢的。但是通过这两本书，你可以看到，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样艰苦或者是封闭的环境，但如果一个家庭有爱，孩子成功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我突然想提到我自己在从今年3月份开始做视频来的一个感受吧。我自从做视频，我感受到的大多数都是爱。即使我用的很烂的收音、很烂的摄影、非常烂的剪辑，但是总有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给我鼓励，也让我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但是我还是也感受到了很多满满的恶意，说我丑，说我没脑子，说我不爱国等等等等。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样的教育背景让这些人只用他自己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并以为这就是全部？为什么不能更善良的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见解呢？有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教育当中缺乏了爱，缺乏了最基础的教育，就是善良的在这个世界活着。这个话题可能太大了，也许有一天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话题有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我会做一期视频。接下来要讲的这本书是 Daily Show 的主持 Trevor Noah 的 Born a Crime 天生有罪。这本书其实我一直都想看，因为 Trevor Noah 在他自己的 Daily Show 中也提到了他这本书，但是我一直到今年在 Audible 搜的时候，发现他的朗读者居然就是 Trevor Noah 自己。我当时就觉得，作为一个 comedy stand-up， 他自己读他自己写的书，应该别有一番风味。我很庆幸我读到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和他平时不管是在 Daily Show 还是在他 comedy stand-up 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本书并不是以脱口秀的口吻来写的，这本书是他自己的自传，实际上也是南非的社会纪实，就可以想象他有非常宏大的社会背景。虽然是讲的他自己家的事情，却讲述了南非社会的变迁。也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更能理解他在 Daily Show 中那些嬉笑讥讽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有很多人都认为 Trevor Noah 可能是比白左更左的一个黑人，他非常希望社会能够平等、更开明、更开源。你要想想，他成长的背景是在那样一个南非，有白人有黑人，即使黑人当中也有不同的种族，所以对他来说，一个社会的平等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说到这本书，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本 How to American， 也是一个 stand-up comedy， 叫 Jimmy O， 好像叫欧阳什么。中文我真的不记得，我把图像和链接放在这里。如果有看过 Silicon Valley 的时候，就知道其中有一个亚裔，痴痴呆呆的，但是非常的搞笑。其实吉米不仅仅只是一个演员，他是从 stand-up comedy 出名的。而这本书呢，相比较 Born a Crime 来说，完全没有那种
宏大的叙事，沉重的情感。听这本书就完全感觉是听 Jimmy 的 stand-up comedy， 而且这本书的朗读者也是 Jimmy 他自己，所以就和 Boner Crime 有很多的相似处。你可能没法像 Boner Crime 那样了解 Trevor Noah 的成长过程，但是在茶余饭后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华裔移民的生活，还是蛮搞笑的。我一直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美国的朋友们看，但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我的这一支视频，其实可以把这本书拿来看一看。毕竟我的好朋友也都算是美国的第一代，他们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美国的孩子。我相信这个年代和吉米父母移民美国时候的时代已经是非常的不同了，但是文化冲撞还是一样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途径，让你们学会如何和你们自己的下一代沟通。他的 YouTube 频道也还是蛮搞笑的，最近好像更新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更新的几期都是讲亚洲的美食，还不错啦。因为提到了 Trevor Noah 和 Jimmy 自己讲述他们自己的书，就要提到我今年听到一本比较特殊的书，叫 Dutch House， 实际上也是一个半自传回忆录的书籍。这本书是由 Tom Hanks 读的，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 Tom Hanks 朗读，我应该不会听下这本书。这本书实际上是有一点闷的，它是讲述一个家庭公寓的一个老板家的男孩的家庭往事，讲的也是和解、接受和成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发生的这种故事最后都要以和解为结束。下面讲的一个类型是我今年大概看了10几本悬疑小说，但是在我做这期视频翻看那些看过的小说的时候，居然最清晰的只有一本，这就是 The Silent Patient， 好像现在也出了中文版，就可见他有多优秀了。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作家是不是本身就是心理学家，才能这么的详尽的看透一个人的心理。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剑桥毕业的文学家。比起很多结构精巧的悬疑小说，这本书真的是一本文艺悬疑，语言非常的美，真的不愧是剑桥的高材生。也难以想象这本书居然是作者的第一本出版的小说。有声书的最后对他做了一番采访，说话非常的温文尔雅，即使是简短的采访，你也能够听出他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他说他在写这本小说之前一直是在做编剧的工作，所以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不断的有一些情景设计。我很期待这本书改成电影的模样，虽然对我来说可能已经不再是悬疑小说，可是这种画面感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希望改编是成功的，不要是一个很烂的改编。下面要讲的一个类型就是科普类的。如果有在疫情期间看我的频道，我推荐过至少是2次，叫 Factfulness。这本书讲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人都非常浮躁的社会，我们最基础的认知应该是事实。我觉得在2020年尤其非常的重要，不管是懂王的 fake news， 或者是各种的谣言，比如说像新冠是从哪里发源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不能因为某某某说到什么就急于支持或者否定。当自己知识是不够的时候，现代社会提供了这么多工具，可以帮助你去证实和求证。我们需要做一定的研究，才能对自己下出的结论负责。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做研究做了10几年，我遇到任何自己不了解的，首先是必须要做研究，甚至有时候我对我朋友甚至家人对我问到的一些问题会非常的不耐烦。我就觉得你可以问 Google 的事情，干嘛还要问我？难道我能够提供比很多很权威的知识还更让人信服的答案吗？但是有时候转念一想，如果他们懒得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我能够帮他们做一步筛选，提供给他们更准确的信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让我自己成为了准确信息的传播者。这本书提醒我们，不要固执地认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随着时间的知识和积累，很多过去认为的正确的事实会改变。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今年我又重新看了一本我10年前，应该是也不到10年吧，2011年还是2012年读过的一本书，叫 The God Delusion。当时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感触，至少我个人认为，我对宗教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非常的有启示。而且写这本书的作家作为一个很出名的生物学家，也告知人们，我们要用科学的观点去认知这个世界，而不是神话和神权。就像这本书里头提到的，我也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他们是基督教，他们会认为比如说穆斯林教是很野蛮的。其实对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来说，你不管是你是哪个教，不管你是极致的或者是不极致的，其实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推荐这本书
不管你信不信教，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对神的认知，这本书都是对你有一定的启发。就像这本书的作者自己说的，可能有些很信教的人会看到他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被冒犯了，但你如果是用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这本书是冒犯，而是对你自己世界的一个重新探索。说到这本书，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对人性探索的书，而且是跟我自己的经济学有很大联系的一本书，叫 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其实2年前我就买过一本这本书，送给我一个朋友当生日礼物，可是我自己一直到今年我才读。这本书一个作者好像是 engineer， 就是工程师，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做了超过3年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人，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必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一个动机的，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理性的行为，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的隐藏自己本身的动机，这个动机在这本书里就被形容成 elephant，一个我们不愿提及的话题。在英文中有一个谚语叫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指那些大家都明了却不愿意涉及的话题。这本书就是引用了这个谚语。这本书让我们有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机会。对我自己来说，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也是让那些完全不了解经济学的人可以看看经济学做的研究，不仅仅是你们所提到的那些话题。我必须要说啊，我很烦，每次有人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经济学家的时候，大家首先就会问到我对股市的展望和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我想说的是，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仅是那些你们提到的那些经济，还有很多更广阔的话题。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视频，实际上这也是我最想做的类型。怎么说？给你们分享我思想上更注重的话题。反正对我来说，这还是比较难。你们也看到了，我做了笔记，很多时候我也在看，需要怎么来完善我自己的语言。好啦，希望今天的推荐对你们有一些作用，希望你们的2021也能够读一些对你们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书籍。好了，拜了，拜。